如果說一個國家的命運寫在哪兒，很多人會說寫在制度裡，寫在科技裡，寫在教育裡。但我告訴你，中國的國運是寫在土地上的。而現在，這塊土地正在徹底不值錢。當一個國家的土地開始漸如草芥，當一座又一座城市變成巨大的空殼，當無數小區燈都不亮，當房子、地皮、樓盤像爛在倉庫裡的廢鐵一樣賣不出去，那不是簡單的經濟下行，那是國運開始塌陷。劉鶴曾公開提到，在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城市化進程中，前前後後損失了大約10億畝農地。這是什麼概念？1980年，中國全國的耕地總面積約為15億畝，也就是說，在所謂的騰飛裡，中國差不多毀掉了接近2/3的耕地潛力。這些地去了哪裡？變成了鋼筋水泥，變成了無人問津的現代化新區，變成了爛尾樓、鬼城、高空之綠的住宅和無數形同擺設的開發區。被毀掉的土地種不出糧食，被建成的房子住不進人。你告訴我，這樣的土地它還值錢嗎？不值錢的土地對應的就是一文不值的國運。中國的房地產盛宴結束了嗎？不，它已經不是結束，是徹底涼透。很多人還在習慣性引用官方版本，地方政府債務是幾十萬億人民幣。可多個國際研究機構與媒體追蹤發現，中國地方政府及其影子融資系統的真實債務規模早已遠超公開數字，最新估算已經飆升至約18.9萬億美元，折合人民幣接近140萬億元。這是一個什麼概念？這相當於把10幾個恆大、碧桂園、融創、萬科的債務全加起來，再乘以一個你不敢直視的倍數。這是一顆不是雷，而是核彈的東西，被綁在了整個經濟體系的腳踝上。而最諷刺的是，多年以來，北京一直在扮演着一切安好的角色。經濟增長是真實的，5%的目標是真實的。開發商資金充裕，銀行體系健康，城市財政穩健，居民信心強大，老百姓瘋狂搶房，從1線城市排到5線縣城，看起來像一場永不落幕的狂歡，像一台永動機。直到賬單終於被拍在桌子上。日經新聞等多家媒體指，中國地方政府與融資平台合計債務高達134萬億元人民幣以上。這是一個會逐漸吞噬稅收、吞噬銀行、吞噬養老金、吞噬公共預算的黑洞。如果你還記得，土地出讓金曾經被稱為萬能提款機。地鐵的錢從哪來？賣地。新區的錢從哪來？賣地。政府運轉的錢從哪來？賣地。各種形象工程、政績工程、面子工程的錢從哪來？還是賣地。2021年，全國賣地收入接近9萬億元，而到了2025年前後，這個數字萎縮到勉強約2.5萬億元左右，而且其中有大量流拍，部分城市掛牌土地中，甚至有將近1/10無人競拍。這意味着什麼？連開發商都不願意再為未來買單了。當開發商都放棄土地的時候，普通人還在幻想房價反彈，是對現實最殘忍的誤判。土地財政已經走到盡頭，地方政府怎麼辦？不可能讓城市停止運轉，不可能讓工資停發，不可能讓地鐵停建，不可能讓體面崩塌。於是他們不是開源，而是發瘋一樣的借錢。他們通過成千上萬個地方融資平台，把債務藏起來，壓下去，換個名字繼續滾。這些平台幹什麼？修沒人坐的高架，修沒車跑的公路，建沒人用的產業園，搞沒有產業的創新高地。項目不盈利，甚至從立項那天就知道必虧。虧完怎麼辦？再貸款，再展期，再申請補貼，再等政策寬限期。
如果沒有中央不斷出手兜底、輸血、延期、置換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，一半以上的地方融資平台會在1個季度內直接倒下。而這一切發生在一個更恐怖的背景下，中國正在陷入通縮，物價在跌，資產在跌，工資在跌，需求在跌。可債務呢？它不會跟着你跌，它只會一分不少地躺在那裡，甚至隨着時間繼續膨脹。你賣掉一套房子，用10年前的價格都賣不掉，可你欠銀行的錢卻仍然按昨天的數字在滾。這就是通縮的殘酷。北京當然可以繼續降息，繼續降準，繼續釋放流動性，但問題是，已經沒有人願意接這個錢了。企業在收縮，居民在存錢，年輕人不結婚、不生孩子、不買房。這不是情緒問題，這是結構性絕望。幾十年來，中國的增長邏輯極其簡單：借錢、建設、拉動 GDP， 再借錢、再建設、再神話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，中國靠債務翻倍撐過來；2015年、2020年再靠房地產續命。可現在泡沫已經吹到極限，連謊言都洩氣了，再吹只會炸。經濟學家其實都明白，中國已經走進了一個冷酷的階段，結構性下行的早期，甚至是結構性崩盤的入口。只是沒有人敢公開說。官方可以繼續改統計口徑，可以延遲披露數據，可以命令銀行不要緊張，可以發文件要求穩定預期，但再漂亮的語言也擋不住一個簡單而殘酷的真相：一個國家，當土地不再值錢，當房子不再有人要，當債務大到連自己都不敢算清，當年輕人用躺平對抗現實，當未來被一層層泡沫掩埋，重力終究會戰勝一切。而這只是開始。房地產的崩塌從來不是冷冰冰的數字遊戲，它是一把緩慢而鈍重的刀，一寸一寸割在每一個中國普通人的身上。先倒下來的是開發商，接着是銀行，然後輪到普通人。那些爛尾樓不只是鋼筋水泥的殘骸，他們是一代人被凍住的人生。你見過嗎？一個家庭攢了10幾年首付，結果買到一棟永遠不會完工的樓，每個月房貸照還，每天窗戶卻對着荒草和裸露的鋼筋。官方說保交樓，現實是保得了一部分，保不了全部。因為錢從哪裡來？當土地賣不出去，開發商破產，地方政府自身難保時，所謂保交更像心理安慰。再說中產，過去10多年，中國中產相信一件事：房子等於安全感，等於財富，等於未來。結果現在，他們發現自己被套牢在高位接盤的幻覺裡。一套2019年買的房子，首付150萬，如今市值只剩80萬。還負債200萬，賣也賣不掉，住也不安心，換城市、換工作、出國、創業，統統變成奢望。房子不再是資產，而是一張永遠撕不掉的標價極高的標籤。而真正的災難是從房地產傳導到整個社會機理的時候。房地產佔中國 GDP 的比重一度超過25%至30%。與之相關的產業鏈涉及鋼鐵、水泥、電器、家具、家裝、物流、金融、互聯網平台。當這個巨獸停擺，上下游成千上萬的企業將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下，工廠倒閉、裁員，商鋪關門、冷清，白領降薪、失業，大學生畢業及社會消失。你以為躺平是選擇？不是被動的交代。年輕人開始意識到，努力的盡頭不是更好的生活，而只是更重的債。沒房的不敢買，有房的不敢換，結婚率下滑，生育率斷崖式下降。
孩子從希望變成風險。有人在網上說，自己這一代像被鎖在房地產裡的按揭人質，而更深層的問題是，金融系統的壓力正在悄然積累。中國的銀行體系表面上仍然穩定，但你只要扒開一角，就會看見埋在地下的裂紋：地方債、城投債、房企債、不良貸款、延期償還、展期重組。無數債務被技術性隱藏，無數風險被政策性延期。就像一個人已經嚴重內出血，卻靠止痛藥強撐着站立。可你知道，止痛藥失效的那天總會到來。尤其是當人口結構發生改變，中國正在進入不可逆的老齡化加速階段，勞動力減少，納稅人減少，而老齡人群養老金支出卻不斷上升。誰來還這筆天文數字級的債？很殘酷的答案，就是現在20-30歲的這代人，以及他們還沒出生的孩子。如果你感覺未來10年越來越難，越來越捲，越来越看不到出路，不是你一個人的錯覺，這是結構性的鎖死。房地產暴漲幾十年，把未來的增長透支得乾乾淨淨。現在你要走的每一步，都是在替過去買單。這不是週期問題，是舊模式徹底死亡的問題。而當一個國家的主要增長引擎熄火，新引擎又遲遲無法啟動時，最先被犧牲的是什麼？不是數據，是普通人的生活質量，是未來的可能性，是希望本身。很多人依然不願承認現實，還在等待反彈、刺激、大放水。但世界已經變了，人口紅利沒有了，房地產神話破滅了，外資在撤離，年輕人失去信心，債務像烏雲一樣壓在頭頂。你可以不看數據，但你不可能在空蕩的商場、冷清的街道、不斷倒閉的公司和身邊朋友的失業中，依然說服自己一切都會好起來。因為這一次，不是簡單的經濟下行，是舊時代的退場。有人會被壓垮，有人會清醒，有人開始逃離，有人開始重新找路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那場由房地產編織的中國財富童話已經徹底寫完了最後一頁。接下來是清算時間。